Very good afternoon to all of you. Welcome to our series Nation State Dialogue Rashtra Rajya Samvad Minsu Kocha Toewa. This series aims to facilitate a dialogue among scholars, practitioners, strategists, and academicians in multidimensional areas like politics, economics,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many other topics. We invite new scholars in every episode of the series to talk about their concerned field of work, study, or research and ask them a few questions. Today's topic is India China Cultural Connect. Today, we have with us Professor Mao Shichang from Lanzhou University, China. Professor Mao is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India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in China. He started his teaching career in 1982 and has been teaching Indian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since 2007. He has written many books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Prominent among them are A Dictionar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India, The Philosophy of Universal Love of Tagore,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Mahabharata and the Ramayana with annotations, Hinduism, the mainstream of splendid and brilliant Indian culture, and many more. Today, we will have a very fruitful and candid dialogue with him. Today, I will converse with Professor Mao Shichang in Chinese so that many of our Chinese audience can also gain a lot from it.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channel, Professor Mao. 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对话系列。今天的题目是中英文化交往。我相信今天的对话一定会很坦率和知识渊博的。我会问您几个问题。首先，请您介绍您的研究方向和出版的书，特别是有关印度文化、罗摩衍那、穆哈婆罗多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研究和出版的书。谢谢您的邀请，我非常高兴，而且我也能够坦率地回答您提的问题。我于2002年9月进入印度的尼赫鲁大学读博士学位，200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印度两大史诗及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及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研究，所以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印度两大史诗和泰戈尔作品。回国以后，在中国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两大史诗和泰戈尔的作品，还有印度文化的其他方面。两大史诗，目前我出的书有《两大史诗解读》、两大史诗解读、印度古典文学词典、印度古典文学词典。这一本印度古典文学词典里边包括了两大史诗中的大多数的词条，所谓没有包括的，可能是我没有搜集到的。泰戈尔的作品研究，泰戈尔研究有泰戈尔的大爱思想，泰戈尔的大爱思想，泰戈尔的一生，泰戈尔的一生和泰戈尔词典，泰戈尔词典。其他有关印度文化的书目有辉煌灿烂的印度文化的主流印度教，辉煌灿烂的印度文化的主流印度教，印度独立领袖，印度宪法之父和佛教改革家
安培德卡，印度独立领袖、印度宪法之父和佛教改革家安培德卡。下面一本《印度文化概论》，《印度文化概论》，印度神秘符号等。这是我这10几年以来写的主要的有关的印度2大史诗泰戈尔以及印度文化的书。好，请问下一个问题。您的研究方向很有意思。听到您的研究方向，我必须问您一个问题：中国人和中国学术界怎么看您的这个印度文化的研究？您的研究对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关系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已经出版了12部有关的专著，到今年年底，也就是2020年年底，还有3部专著即将出版。一本是《印度旅游文化》，印度旅游文化，简明印度文化百科全书，这是4卷本的，我是主编和主译。简明印度文化百科全书4卷本，我是主编和主译。然后还主持出版一部中印文化的金桥谭云山，中印文化的金桥谭云山。这3部书计划于2020年年底出版，将和国内外的印度学学者以及印度文化爱好者见面。印度的文化界人士，因为我们几乎每年要到印度去一趟，开学术讨论会、考察，和印度学者交流，包括和印度出版界的朋友交流。特别欣赏我写的泰戈尔词典。泰戈尔词典，国内的学者，也就是国内的印度学学者，也非常认可我的这些学术著作。其中，印度独立领袖、印度宪法之父和佛教改革家安培德卡尔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部研究安培德卡尔的专著。我相信后面还会出现其他学者的专著。辉煌灿烂的印度文化主任印度教是国内印度学学者和印度文化爱好者的重要的一部了解印度文化的参考书。灿烂辉煌的印度文化主流印度教是国内印度学学者和国内印度文化爱好者的重要的一部参考书。印度文化词典、泰戈尔词典、印度古典文学词典已经作为中国国内印度学学者的案头必备书，也就是他们查好多有关印度的词汇就方便多了。还有即将出版的简明印度文化百科全书4卷本，我相信也将成为中国印度学学者的案头必备书。大部分著作，就是我目前所出版的
大部分著作，以及2012年与当时的印度驻中国大使 J. Shankar， 我们中国叫苏杰生博士，共同合作排练的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甘达》，汉语叫做《齐德拉》的视频，在印度中国大使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印度国际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然后按照计划，如果没有这个新疫情的话 ，epidemic 如果没有的话，本来是在今年的中印建交70周年和中印人文交流年，我和印度大使馆文化处商定要排练加利陀梭的萨昆达了，但是由于疫情，我们现在暂时在等待。一旦疫情宣布过去，我们马上进行排练。这是我所做的印度中印华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排演。这种排演就是和印度大使馆合作排演印度的著名的戏剧。就这些，谢谢。再问下一个问题。这么好，我们年轻人也一定要向你学习，就是您用这个文化交往的这个平台，做出了这么多贡献，那下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印度的文化在中国很流行吗？在您看来，在中国唯有宝莱坞主要代表印度文化吗？还有瑜伽在中国流行吗？如果流行的话，中国政府怎么看待这一点？您觉得这个文化，能够成为中国、印度两国之间的桥梁吗？按照我自己的了解，印度文化在中国很受中国人的欢迎。从佛教到印度的瑜伽，到印度宝莱坞的电影，再到印度歌舞，到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甘地，到尼赫鲁，可以说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其他国家比起来最大，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外国文化。宝莱坞电影也是中国人喜爱的印度文化的一个方面，我这里是指的是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印度的瑜伽、印度的佛教、印度文学、印度哲学、印度民俗、印度旅游等等，印度的文化主要的几个方面都可以共同构成印度文化，而不是仅仅某一个方面。我前面提的这几个方面都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泰戈尔作品、普列姆昌德，包括我们提到的印度的两大史诗。印度瑜伽在中国的确很流行的，中国的大中小的城市都有许许多多的瑜伽爱好者。中国人为了强身健体，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而练习瑜伽。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讲，目前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举办的好多印度瑜伽的学习班，有一定的商业性的成分，也就是很大程度上忽略的瑜伽在印度哲学当中的重要性，以及瑜伽的
它的更深刻的哲学性。另外一个方面，印度一些大学、印度一些学者，还有印度研究机构，他们对印度瑜伽的研究，我觉得是非常正规的，也就主要从印度历史、印度宗教、印度哲学的角度去研究、介绍印度瑜伽。这我认为是印度瑜伽研究的主流。而且通过他们这些主流的对印度瑜伽的推广，会纠正目前中国国内存在的一些商业化的倾向。应该说，印度瑜伽在中国呈方兴未艾之势，方兴未艾之势就正在兴起，还有待更加的普及，更加的受欢迎。但是，一些地方出现的商业化的倾向，应该逐步得到纠正。下面我继续说，所以我认为，对中国人有益、由民间自动发起的所有的，包括瑜伽在内的，对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友谊有帮助的一些活动，都是非常好的，不管从上到下，都是受欢迎的。您提的最后问题就是，文化能够成为两国之间的桥梁吗？回答是 yes。印度文化不仅仅印度化，文化当然是。比如说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当然是中印两国之间的桥梁。还有中国、印度历史上的一些中印的先贤人物，比如说玄奘、鸠摩罗什，当代的谭云山、谭忠，他们都应该是中印两国之间的桥梁。谢谢。那你刚刚提到这个佛教的影响，佛教的影响在中国很深。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您怎么看目前中国提倡这个佛教的现象？因为据我认为，就是共产党一般就是不会提倡这个宗教。那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然后，如果古代这个中国佛教很流行，那为什么印度教没能在中国兴盛呢？您刚才说的中国共产党不提倡宗教的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因为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当然也包括信仰佛教的自由。至于为什么印度教没有能够在中国兴盛起来，比如说佛教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跟中国文化融合起来，就是因为佛教它非常适合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佛教提倡的平等思想。为什么印度教没有在中国兴盛？我认为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不相融合，这是印度教没有在中国兴盛起来的，我认为是主要的原因。下一个问题。现在我就提到最后一个问题，您在您的研究中，我是提了后面还有一个问题了，总共是最后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一会儿5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在您的研究中谈到了这个泰戈尔的大爱思想，
这个思想在目前的民主国家时代里含什么意义？然后你觉得这个中英两国关系能够通过这个典范渠道更密切吗？您觉得甘地的思想在发展两国关系的两国的友好关系能发挥大作用吗？您觉得呢？我觉得泰戈尔的大爱思想，它有着一种叫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泰戈尔这种大爱思想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也有一定的间接作用。间接作用有点叫 reference 啊。甘地的非暴力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印度宗教哲学，其中也借鉴了外国的某些哲学思想。他的思想对世界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由于各国历史不同、国情不同，对甘地的思想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我们中国有几个学者，一个尚劝瑜、周华，长期的研究甘地的思想。这中间也有他们有好多读者的，包括我自己。还有一个叫吴培的女老师，她在中国在践行甘地的某些思想。中国民间的，这我们说应该属于中国民间的活动，对中印文化交流、中印友好，无疑会起到良好的作用。谢谢。哎，说的很好，就是我也就是听到你，我觉得这个文化交流的这个桥梁很重要，两国要有一个友好的关系，一定要注重这个文化的这个方面。那您说的对，文化交流是两国交流和友好的基础。对对。那跟你举行这次的对话，感到很荣幸。我个人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这个对话系列，谢谢您所有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我们下期我也非常高兴，谢谢您，谢谢您和基达老师，谢谢。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继续交流。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下期再见。好， Thank you all for watching our second episode. Until next time, bye bye.